这就是雍雪城啊，看上去也不像是什么好玩的地方。好玩？到了雍雪城，你便是外门弟子，一切要按规矩行事。雍雪城戒律森严，绝不会姑息门中弟子，便是我也不例外。当然，我一向都是奉公守法，最听话的，你知道的。雍雪城是个和镜花宫截然不同的地方，想来木姑娘很快会体会到这一点。有什么不同啊？仙盟五派处事各不相同，镜花宫生机盎然，但对灵族苛刻无情。至于这雍雪城，就像你看到这样，万里覆雪，凌驾于寒峭绝壁之上，洁白无瑕，亦容不得一丝误会。果然，雍雪城城主就是这样一位杀伐果决、铁面无私的人。不过没关系，如果他凶我的话，我相信谢少城主也一定会保护我的，对吗？二位长老，别来无恙。南庄主，多年不见，风采更胜往日。苍长老说笑了。少城主，这位是？这位是穆玄灵，从今日起，便是我雍雪城弟子了。啊？自然是先从外门弟子做起，新弟子皆由苍长老管理。苍长老，我不是跟你学吗？少城主，此事甚为突然，他的事之后再细说。我要立刻面见盟主。盟主今夜便会出关，还请少城主稍事休息。盟主还在闭关？对，自你离开以后，盟主就没有出过关。你又超过归期未回，我们甚为担心。本想禀告盟主去两阶山寻你，可奈何他修炼，怕到了关键之时，又怕打扰他，怕他走火入魔，所以我们只好等待。我曾以纸砚传信给他，他也没有任何提起，没做任何安排吗？信件？未曾。这信中可有说起什么？盟主，谢雪尘久见。血是血的气息。盟主。
盟主，这不可能，这怎么可能？此乃雍雪城，是我们自己的地方，盟主怎么会？盟主法相境界，永前阁外又有弟子巡守，怎会被刺身亡而无一人知晓？这究竟是何人所为？是我都没保护好盟主，都怪我。怪我为什么不早进来看他一眼？查，必须要查出凶手是谁！盟主，桑启联合仙盟内奸意图夺主，万望小心，我会早日归去。二位长老，盟主身故，雍雪盟臣是有大悲。然二位长老乃雍雪城宗门柱石，不能夸大。此非自责之事，亦非推搪之事，还请二位长老封锁雍雪城，代为传丧。其余诸事，雪臣自有安排。是。这纸烟未被打开，却染上了血。看来城主是在纸烟飞到前不久被杀害的。凶手是为这掌门谕令而来，他真没是假的。剑修无论何时都不能扔下自己的剑。你做到了。燕桃，在。父皇盟主的遗体。是。你要去哪儿？他去查看混沌珠了。看来净华宫一事，不是一石二鸟，而是一箭三雕。对方的目标，不止在净华宫，不止在杀谢雪尘，更在雍雪城。他们在传送阵里设下杀咒，也是为了摧毁阵法，拖延雪尘回城的时间，以便于他们杀盟主、夺谕令。而最终的目标，是为了混沌珠。救得了净华城，
却救不了自己的父亲，他心里该有多自责？这是无解的局。从回雍雪城起，他就没有休息过片刻，总是借着诸事麻痹自己。再这样下去，他会垮的。他知道谢盟主心中的期待：混沌珠、雍雪城、人族、苍生，每一样都被排在丧父之痛的前面。他只能这么做。可他就没有为自己想过吗？南庄主，你认识他多年，他一直都是这样吗？说起来，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因为都是天生石窍，我与他总被拿出来相提并论。可很长一段时间，我们从未谋面。直到有一次，万仙镇出现了一道裂隙，有很多暗族流窜，为祸人界。我与雪尘同被派到两界山阻拦暗族。那是我们第一次相见。那时的他与现在有很大不同。血出剑刺破一夜，不负天命的书写。你的身影分开日月，不为黄色，都是天下的基业。人生生不不歇，这一场梦回响，让君者一世化白雪。愚蠢！暗族会一次次复活，你们现在做的事情毫无意义。杀的比复活的快不就行了？血出剑刺破一夜，不负天命的书写。越过的人，来的人，不为小心！风雪，都是天下的基业。人生生不顾一切。我算得慌。原来你就是那个能捕会算的，不如我们比一比。一个。比你多一个。你怎么样？受得住吗？无碍，我早知道自己不会殒命于此。常听人说起你，有兴趣去雍雪城一游吗？原来谢雪城还有这么争强好胜的时候。谢盟主一直待他甚严，可他那时少年意气，总是不服管。他总想着用自己的方式活出自己的道。我也本以为他可以那样痛快地过一生，可直到10年前，他突然去了明月山庄，又突然上了问雪崖闭关。待再见时，他的性情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或者说，就像换了一个人。阁主要回复了吗？他何时安排我们出城？阁主回复，希望长老留在城中，万勿轻举妄动。
雪晨是个聪明的孩子，如果再不走的话，恐怕真就来不及了。于长老，于长老，城主，请坐。请。城主到访，不知有何要事？于长老是否还记得，你我在10年前有一盘残棋还未下完？如果你不提的话，我几乎都忘记了。我记得那日你缠着我，非要与我下棋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当时我还是个圣士呢。棋还没下完，输赢又怎能轻易判定呢？不如今日，你我就把这盘棋下完，如何？好啊。雪晨，看来这10年，你的棋一点长进也没有啊。说起来，这盘棋也下了10年了。于长老，你还真是厉害啊，对我从不心慈手软。雪晨如此看重输赢，想必定是在这盘棋上下了赌注吧？不错，是有赌注。哦。可否说来听听？要是我赢了，你告诉我修仙阁主所在；要是我输了，我把掌门谕令给你。他现在灵力残缺，上！你的灵力恢复了。到达雍雪城前，便已完全恢复。于长老执掌雍雪城刑律，应当最清楚。勾结修仙阁，谋害盟主，祸乱人界是什么罪？于长老应该很清楚，我在，你逃不出这个门的。还是与我下完这盘棋吧，有始也该有终。因何背叛？你可还记得，万仙阵曾经裂过？我曾带领众弟子抵御暗族侵袭，你和南巡月赶来救援。那一日，跟着我的弟子有210人，无一生还。我永远都忘记不了他们的冤情。对于你们来说，诛杀暗族是那样的轻而易举，但是对于我们，他们却是强得可怕呀！修仙阁势力庞大，阁主实力深不可测，他找上了我，要我相助。我不想死，所以只能择主而起呀。仅仅是因为怕死？仅仅。好一个仅仅！这就是你与我们的不同。死对于你来说是一件平常且无谓的事情，但是对于我们，活着才是内心所求。修仙阁主想要什么？天下太平。天下太平，以盟主，以你我，以所有人的血为代价是吗？你们要的不是天下太平，你也只是屈服于自己的恐惧罢了。
是谁杀了盟主？我不知道。那一夜，我接到修仙阁的传信，要我引开盟主闭关中的守卫弟子，我照做了。将弟子支走，李长老，是用仙阁无人防守。盟主即将出关，尔等随我去准备一下。别将盟主完全暴露在敌人眼前，是，令他毫无防备的被人杀害。你还做了什么？我在外面下了隔音结界，使里面的动静无法传出，阻断了盟主呼救的可能。后来再发生了什么，我并不知晓。修仙阁主现在何处？修仙阁主行踪隐秘，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。我与他传信，也非当面。雪晨，这盘棋局对你我来说，谁输谁赢，真的有那么重要吗？灵族、暗族、修仙阁已经结盟，你即使能力再强，仅凭你一己之力，能护得住天下人吗？你非要赶尽杀绝吗？输赢真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已经做出了选择，而我只想和昔日一起并肩作战过的人下完最后一盘棋。也许你说的对，是我不够好，是我无法保护好所有人。若我能早些察觉到你的恐惧，也许你就不至于走到这步田地了。雪晨，安庄已经肃清。好，接下来就交给我处理吧。桑启和修仙阁不会就此停止动作。各派到达之后，必起波折。从今夜起，加强雍雪城结界，无论进出，皆要监控。是。哎，城主，我还有一事。那个新入门的弟子，我与他在两界山相遇。我回城之路坎坷，险象环生，他不曾想起。现如今他有幸问道，只是性子跳脱了一些，还请苍长老耐心教导。
谢雪晨，你被我抓到了吧？身为雍雪城的城主，竟然杀了人族。我从没说过我不杀人族。世间法度，行凶者赎罪，杀人者偿命。我不枉杀，亦不姑息。那对灵族呢？一视同仁。可你们的剑灵司不这么想，有罪的人族在逍遥，无罪的灵族却在受苦。也不能一概而论，但是我会想办法改变的。怎么改变？从你好好做人开始。你这话怎么像在骂人啊？好好做雍雪城弟子，让大家知道，灵族不全是残暴嗜杀。那你可误会我了，我恰恰是残暴嗜杀的代表。我的好脾气可只对你一个人，除非你许我些奖励。你想要什么奖励？你说呢？妄想。从明日起，给我去承启堂上课。犯一次错，记一次过，记过10次，逐出雍雪城。也就是你，敢对我这么说话。要是别人，我一定让他见不到明天的太阳。本以为入了雍雪城就能和谢雪晨多些相处，没想到还真要每天上课。穆玄灵，与大伙说说，你为何要拜入我雍雪城门下？我从小被我爹收养，他身体不太好，脾气也不太好，每天就是一副死人模样。我们那儿寸草不生，比较贫瘠，只能靠打打杀杀为生。我爹为了让我更好的替他卖命，还将我扔进匪窝里，使尽各种手段逼迫我变强。幸得谢城主救我于水火。那然后呢？所以为了报恩，我就在这里了。啊，也好。仙盟5派，玄天门的岩咒专治暗族。镜花宫的灵花灵草，都是天下一绝。碧霄宫精研法器，灵居岛崇尚自然之力，而我雍雪城精修剑道。你说你受人指点过，现下让我看看你的修为和根基如何吧。不能让他们发现我是灵族，万一赶我出城就惨了。我还没有剑呢，不方便展示。无妨，心中有便可。仙盟修道，论有所成：出金丹，中元婴，上法相。法相之境，乃所有修士心中所求。为修者，道之显现，心之显现，或法之显现。此处乃雍雪城灵气最为充沛之地，有助于你们修炼法相入门的第一步，使心中所思所想出形化相。所以，大家需勤加修炼，打好根基。打坐修心难，但无需门槛，只需摒弃杂念，在心中默想某事某物。使之在眼前画出具象，试试吧。
我这个巨象是不是还挺强大？很帅。你们要知道，法力强弱不在于法相本身，是在于修道者自身实力。所以你们得勤加修炼，不得懈怠。我希望自今日起，你好好督促自己，不得胡闹，从此不许再做出对城主不敬之事。今日就到此为止吧，散了。谢长老。穆玄灵，长老还有何吩咐啊？你入门匆忙，我忘了告诉你，雍雪城的新弟子，除了清明、中秋、除夕能休沐以外，每日需卯时晨起休息，直到晌午。午后根据指派做出一些诸如清洁打扫、耕种值守之类的活计。今日轮到你打扫了。能用法术打扫吗？这个时候长老应该说不行，然后我说弟子开玩笑的。那请问长老，弟子今天打扫哪里啊？